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突然出事，谁能接过权力的接力棒？这个问题在国际上猜了好多年，答案其实越来越清晰，不是他那个早就远离核心的兄长，也不是还没长大的女儿，而是站在他身后多年的女人。现在英美媒体提起他，都直接叫朝鲜2号人物。他是谁？凭什么能在男人扎堆的朝鲜政坛里走到这一步？他就是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说起来，金宇正的起点就和别人不一样，他是金正日和高英基最小的孩子，跟金正恩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这种血缘在朝鲜政治里比什么都金贵，相当于拿到了权力游戏的入场券。小时候的金宇正没少被父亲疼，有资料说金正日总叫他甜甜的宇正，吃饭时都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后来他跟哥哥金正恩一起去瑞士留学，住的是当地最好的寄宿学校，身边还有专门的保镖和老师跟着。那会儿他学了英语、法语好几门外语，看的是西方电影。可奇怪的是，越了解西方，这兄妹俩对外面的世界反而越警惕。大家可能不知道，金宇正刚进入政坛时根本没人注意他。2007年，他成了劳动党基层干部，跟着哥哥跑前跑后。那会儿新闻里连他的名字都没有。2009年5月，朝鲜中央电视台公布了一张金宇正陪同金正日视察元山农业大学的照片，这是外界首次捕捉到他在政治场合的身影。可照片里，他就是个没名字的神秘女子。2010年9月，朝鲜媒体在劳动党党代会的照片中又发现了他的身影，反复比对后确认是他。可朝鲜官方媒体依旧对他只字不提，他就像个影子，有图像却没名字，在朝鲜政治核心圈边缘徘徊。直到2011年金正日去世，金宇正出现在多张追悼活动的图片报道中，至少2张图片里，他带领一众高官向金正日的灵柩鞠躬。可即便这样，在朝鲜官方媒体的文字报道中，他还是无名无分。直到2014年3月9号，金宇正在朝鲜国家电视台的报道中首次公开亮相，与金正恩一同出现在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员投票现场，被称为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这才算是有了个模糊的身份。2014年11月，朝鲜官媒第一次公布他的职务，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可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他手里的权力早就超过这个头衔了。就说宣传这块，朝鲜街头那些歌颂金正恩的横幅，电视里把他塑造成伟人的报道，好多都是在他背后操盘。有西方记者去平壤采访，发现短短几年里，城里到处都是金正恩的画像，连骑马俱乐部都专门设立的房间放他的照片。这手笔可不是普通副部长能够做到的。真正让金宇正露锋芒的是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当时他作为朝鲜特使去韩国，身穿一身黑色套装，微笑着跟文在寅握手，成为了第一个踏上韩国土地的金家人。那会儿全世界都觉得他是来搞和解的，韩国媒体还夸他像明星。可谁能想到，几年后这个笑起来腼腆的女人会变成朝鲜对外最狠的一张牌。2020年，韩国有人往朝鲜放反朝传单，金宇正直接放话，要是不解决就炸了联络办公室。韩国那边以为他只是说说，结果不到24小时，朝韩联络办公室真的被夷为平地。这一次国际社会才算看清这个女人说一不二。从那以后，金宇正的风格越来越硬，韩国提经济援助换无核化，他直接骂做白日梦，美国搞制裁，他放话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就连韩国前总统尹锡悦都被他在新年信里嘲讽愚蠢鲁莽。最绝的是2024年，韩国民众组织又放传单，他反手上朝鲜往韩国放装着垃圾和粪便的气球，还说这是人民的言论自由。这招又狠又怪，把韩国气得跳脚，却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反击。您觉得这手够不够绝？当然，别看金宇正对外这么凶，他在哥哥面前可是另一副样子。金正恩出席活动，他总是不远不近的跟着，递钢笔、拉椅子这些小事做得滴水不漏。有一次，金正恩跟特朗普在新加坡会面，他先是站在后边，等两人要签字了，才快步上前，把笔放在哥哥手边，全程脸上带着笑，眼神却一刻不离场面变化。更关键的是，他能接触到金正恩办公桌上的所有的东西，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专门研究朝鲜的专家迈克尔·麦登就说过，金宇正参与了导弹试验和朝美外交的核心工作，那些标着最高机密的文件，他想看就能看。2016年3月，金正恩去视察核武器研究部门，身边只带了3个人，一个是负责导弹的将军，一个是军工部门的头头，第3个就是金宇正。当时他穿着军装，听科研人员汇
汇报时还不时插话，问的都是核弹头小型化进程、导弹射程能不能再提高这类核心问题，那架势比在场的将军们还专业。还有一次，金正恩要在劳动党大会上做报告，提前3天，金宇正就住进了会议中心旁边的招待所，带着秘书逐字逐句修改稿子。有韩国媒体拍到他深夜拿着文件进出，那些文件用红色封皮装着，朝鲜只有最高领导人的讲话稿才用这种封皮。最后，大会上金正恩念的内容据说有30%是他改的，尤其是关于对韩政策的部分，比初稿强硬了不少。这种能在核心决策里插话的权利，朝鲜没几个官员能有，更加说明了他在决策圈的位置毋庸置疑。2017年，他成了政治局候补委员，2021年又升为委员，正式进入朝鲜最高决策层。现在朝鲜的重要会议，他坐的位置总在最前排，仅次于那几个常委。有次劳动党开全会，讨论要不要继续搞导弹试验，他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说美国就像纸老虎，你越怕他越凶。这个话后来被金正恩在总结发言里直接引用，可见他的意见有多重。比起金宇正在朝鲜政坛翻云覆雨，更让人好奇的是他的私生活。直到2023年，韩国媒体爆出她带一儿一女参加新年音乐会，大家才确定她早就结婚生子。可她老公是谁，孩子叫什么，到现在还是个谜。有说是朝鲜军方高层的儿子，也有说是她留学时认识的人。反正朝鲜官方一个字都没提，这种神秘感反而帮了她。普通人只看到了她在政治舞台上的样子，不会被家庭琐事分散注意力。对比一下，韩国总统的家人今天被拍买了块手表，明天就上热搜。他这招藏的功夫在政治圈里确实高明。此外，明眼人想必早已察觉，最近2年有个新变化，金正恩开始带女儿金主爱出席活动。小姑娘才几岁，跟着爸爸看导弹发射，穿军装敬礼，样子挺有模有样。有人猜这是在培养下一代接班人，可要说现在就把金宇正比下去，显然不太可能。金主爱再怎么说还是个孩子，朝鲜政坛那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军队里的老资格哪是他能应付的。金宇正不一样，他在宣传口待过，跟军方大佬打过交道，外交场上也试过深浅，这些年早就培养出自己的势力。真要是金正恩一时半会儿不能理事，能镇住场面的恐怕还得是他。说起来，金家这种权力传承方式在当今世界确实少见，从金日成到金正日再到金正恩，3代人把国家牢牢攥在手里，靠的就是白头山血统这个说法。金宇正能走到今天，一半是沾了这个光，另一半也是他自己拼出来的。他不像姑姑金庆基那样只懂搞内部斗争，也不像哥哥金正恩需要时刻端着最高领袖的架子。他既能在谈判桌上跟韩国官员笑着说客套话，也能转头就下令炸掉联络办公室。这种能软能硬的本事在朝鲜政坛里太稀缺了。有人说他是朝鲜的伊万卡，可伊万卡在美国政坛也就是个摆设，金宇正手里的权力可是实打实的。也有人拿他和英国的撒切尔比，可撒切尔靠的是选票，他靠的是血缘和手腕。这种独特的位置让他成为了国际媒体的宠儿，也成为了各国情报机构研究的重点。美国财政部早就把他列进了制裁名单，却连他具体管哪个部门都没有完全搞清楚。这种模糊性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说到底，金宇正的故事其实是朝鲜这个国家的缩影，外边看觉得神秘又强硬，里边却有自己一套运行逻辑。他既是金氏家族的守护者，也是新时代的适应者，用留学学到的西方规则对付西方，靠传统的血缘关系巩固权力。这种矛盾又统一的特质让他在国际舞台上显得格外特别。最后说句实在的，朝鲜这种家族统治优点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决策快，不容易出内乱，缺点就是一旦走偏了很难有人能拉回来。金宇正再厉害也跳不出这个框架，他能让朝鲜在外交上少受点欺负，却未必能解决老百姓吃饭、经济发展这些大问题。权力这东西就像握在手里的沙子，攥得越紧，流失得越快。金宇正现在站在朝鲜权力的半山腰，往上看是哥哥的位置，往下看是无数双眼睛盯着他。您觉得他能在这个位置上站多久？朝鲜国运已经到了。面对这个存在感日益提高的神秘东亚小国，许多人的心里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而朝鲜的这一系列变化始于12年前，金正恩成为朝鲜的第3代领导人。彼时朝鲜内有粮食之忧，外有强敌之困，成为新领导人的金正恩要如何破局？1984年1月8号，金正恩出生在朝鲜江原道的元山市。在元山，金正恩得以接受了朝鲜政府为其安排的一整套教育内容。这些教育的内容既包括了政治、经济等多个学科，甚至还包括了中文、俄语和英语。按部就班的学习计划在1996年出现了变动。当时为了国家的未来考虑，朝鲜的第2代领导人金正日决定将金正恩与金宇正送到瑞士去留学。
在校期间，金正恩不仅进一步了解了西方社会，甚至还自修了德语。除了正常的学习生活之外，金正恩还经常会在课余时间打篮球。根据金正恩的同学回忆，青年时期的金正恩经常会在宿舍里张贴美国球星迈克尔·乔丹的海报。从这一点上来看，他和其他同龄人也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除此之外，金正恩还非常喜欢迪士尼的卡通人物。英国 BBC 广播公司曾经在2010年曝光过一张金正恩的信用卡账单。根据上面的交易流水显示，他曾经到东京的迪士尼乐园游玩过。2009年6月，韩国情报院的一名官员向媒体透露，朝鲜官方已经将金正恩确定为了最高人民会议的候选人，这相当于是正式确定了金正恩作为朝鲜第3代领导人的身份。在同一时间，日本的共同社也连续多天登出新闻报道了金正日健康状况恶化的消息，一时之间，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了朝鲜的身上。但朝鲜官方一直没有针对外国的这些舆论做出任何回应，在接下来几个月内，其国内的一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的推进。2011年12月17号，朝鲜的第2代领导人金正日突然与世长辞。与此同时，金正恩也正式从父亲的手里接过了朝鲜的国家大权。从此以后，朝鲜正式进入了金正恩时代。与历史上绝大多数继承父位的领导人一样，金正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思考如何去领导国家，而是要在朝鲜的领导层内部树立自己的个人权威。因此，在成为领导人之后，金正恩就立刻裁撤了一大批朝鲜人民军的高级军官。由于从金正日时代开始，朝鲜就不断推行先军政治思想，整个国家的建设都要给军队和国防工作让道。久而久之，一些军队当中的官员就形成了庞大的腐败集团。金正恩上台之后，严厉打击了这些军中的腐败分子，反腐的力度之大，层级之高，令许多朝鲜民众感慨不已。在金正恩上台之初，一些朝鲜人民军内部的老牌将领还不将这个领导人放在眼里，但他们很快就见识到了金正恩的霹雳手段。金正恩直接下令逮捕了自己的姑父张承泽。据可靠情报显示，张承泽曾经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还大肆打压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在掌握了确凿证据之后，金正恩直接下令将张承泽处死。张承泽的死也彻底为金正恩在朝鲜人民内部树立了充足的威信。在稳定了军队的局势之后，金正恩终于可以着手推进自己的改革措施了。在朝中社公布的官方新闻画面中，金正恩身穿西装，脚蹬皮鞋，他的这一形象与朝鲜的前2代领导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相关的画面被发布之后，许多人都认为金正恩是一个十足的改革派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朝鲜有望实现自建国以来的经济腾飞。事实上，金正恩也的确将朝鲜的经济工作看成了所有工作中的头等大事。虽然金正恩也继承了其父先军政治的思想，但他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我们必须要让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的新生活。靠着自己在瑞士留学时所学的经济知识，金正恩开始在朝鲜内部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他和朝鲜的农业专家发现蘑菇可以有效地替代部分粮食作物，如此一来，朝鲜苦难行军时期所积攒下的种种社会弊病就有望得到改善了。随即，金正恩下令在元山等多个城市兴建蘑菇加工厂。与此同时，朝鲜也加快了实现粮食自给战略的步伐。根据外国学者的估计，朝鲜在2017年左右就完全摆脱了粮食困境，这是金正恩时代对朝鲜社会带来的最为直观的改变之一。在逐步恢复了粮食供应之后，金正恩下令在朝鲜的各个城市陆续恢复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等公共娱乐设施。如此一来，朝鲜人民的文化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满足。另外，金正恩上台之后，也开始陆陆续续地推行朝鲜官方制定的一整套住房改善计划。按照这项计划的指标，那些建于金日成时代的居民楼将会被逐步翻新，重新分配给有需要的人。客观的来说，金正恩时代是朝鲜建国以来变化最快的一个时代。作为一个在瑞士留过学的领导人，金正恩曾经亲眼见证过西方工业文明给人们生活所带来的改变。曾经的朝鲜也的确靠着苏联老大哥的帮助步入过工业社会。然而，由于朝鲜没有自己的工业体系，曾经所有美好的生活和物质都随着苏联的解体而不复存在了。这些历史教训让金正恩深刻地意识到，朝鲜要想强大起来，就必须拥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工业体系，否则整个国家就会始终处在一种危险的境地之中。可是，
朝鲜只不过是一位位于东北亚的小国，要想让朝鲜人民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工业化，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此，要想实现发展，朝鲜就必须对外开放。这个时候，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摆在了金正恩的面前：朝鲜到底该如何实现自己开放和发展的目标呢？其实，金正恩一直都有意要为朝鲜打开国门，但国际上的大环境对朝鲜这个国家却相当不友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对朝鲜保持着敌视的态度。曾经，金正恩希望从西方购进粮食来缓解朝鲜的危机，但这个正常的要求却被西方国家以联合国制裁为由给拒绝了。在美国与古巴的关系恢复正常化之后，金正恩也多次通过朝鲜方面的外交人员释放出想与美国缓和关系的信号，但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却对金正恩的这些声音置若罔闻。转机出现在2016年，当时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这位酷爱出风头的美国总统在上台之后，立刻就展现出了对朝鲜的友好态度。特朗普表示，他并不介意与金正恩进行会晤，更希望美国与朝鲜之间的关系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之中。在听到了美国方面的表态之后，朝鲜官方也适时进行了回复。随后，金正恩便与特朗普进行了2轮会晤，双方不仅在媒体的面前握手谈笑，甚至还互寄了亲笔信。事实证明，金正恩对于美国这些靠选举出身的政客还是缺乏一定的了解。虽然特朗普嘴上答应了金正恩提出的各种要求，但美国政府却并没有将特朗普的这些话付诸实践。在与特朗普进行了会晤之后，美国方面几乎立刻就回绝了朝鲜提出的所有要求。直到这个时候，金正恩才逐渐明白过来，原来自己被特朗普当成了竞选拉票的工具。对美国的外交失败让金正恩感到有些气馁，所以在与特朗普进行了会晤之后，朝鲜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便出现了剧烈的变化。从此以后，朝鲜便加速向中俄2个大国靠拢，朝鲜人民军也不断向朝鲜半岛附近的海域试射火箭和导弹。这些频繁的军事动作让旁边的韩国和日本都感到格外紧张。2020年恰逢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运动发起70周年，金正恩以极高的礼遇向中国方面的同志表达了谢意。2年后，当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确表示希望与朝鲜改善关系时，金正恩也立刻表达出了积极的态度。这意味着，在经过失败的尝试之后，金正恩的外交选择正在逐渐走向更完善的方向。从政治地位和个人权势上而言，金正恩的确是最牛的80后，但其背后所代表的责任与压力也同样困扰着这个小国的领导人。目前看来，金正恩合格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在他的带领下，朝鲜正在稳步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朝鲜的未来究竟要走向何方，或许并不完全是由金正恩决定的。朝鲜的发展之路也可能依旧充满各种坎坷与曲折，但在国际秩序变革的大背景之下，或许朝鲜人民也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发展机遇。